2025年12月4日，日本自民党宣布，考虑2027年起向国民征收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未来5年计划投入43万亿日元用于国防。而就在1天前，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表态，对台湾的立场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没有改变，但迄今拒绝撤回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发言。12号，日本清水寺公布了年度汉字熊字位列第1，第2、3位分别是米和高。大家好啊，我是不知道吃没吃上热乎的星辰。是的啊，眼看年底了，时政区的各大统领也开始高强度冲击头条 KPI。这边天兵挥师征伟瑞，那边光辉参战摔成灰。隔壁小泽正在被反腐，气氛组欧盟助推新防务。快80岁的董王更是不甘示弱，5小时怒发160多条推文，一直干到凌晨。当然了，最抽象的当属四面出击的日本。首先，我觉得大家不要再相信什么日本怂了啊！6号，辽宁舰航母编队在琉球附近遭到日机滋扰后，用雷达照日机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防卫相小泉呢，紧急召开记者会，强烈抗议，又是经典只说自己被如何了，丝毫不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此外，就在高市早苗不断对着东大哈气后，他的民调支持率从刚上任的64%一路飙到超80%，创下历史第2高。一时间，大洋两岸的网上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怎么说呢？虽说日本所谓的军事正常化小动作不是这1-2年的事儿啊，但本届日本政坛的魔幻程度可能远超你的想象。转发加3连，这就是治国听日本说。正所谓纳豆配米饭，天皇板仔生不断。我操，原子弹！11月12号，据日媒产经新闻透露，日本正在考虑恢复旧日军特有的军阶，使其与国际标准接轨。怎么个事儿呢？众所周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军队被解散。此后，在麦克阿瑟大帅的主导下，整了部和平宪法，里面就包括新闻经常提的第9条，即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保持海陆空等战争力量。说人话叫不准打仗，没有军队。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支持日本重新组建了自卫队，但为了淡化军事色彩，原本的大将大佐大尉等军衔一律改成将官一佐一尉，并延续至今。现在他们又要改回来，给出的理由是周边环境日益恶化，要改变此前不必要的回避军事术语做法。除了等级名称军衔化外，从前自卫队的职种也要改为兵种，作战人员从普通科改为步兵科，操作火炮的特科改为炮兵科。请注意啊，这不是特朗普改战争部那种口嗨啊，因为早在10月首相选举前，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书里就明确写入了2026财年前实施军衔称呼变更的条款。这一波是蜘蛛侠的座右铭，不能忘本。12月6日，东大的辽宁舰航母带着055编队穿过宫古海峡，沿琉球群岛北上，前出到太平洋远海训练。日媒显示炒作超100艘舰船同时出动，这是东大70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战力集结。仅1天后，日本官方也跳了出来，不好了，中国战机用雷达间断性照射日本战机。防卫相小泉更是连夜召开记者会，强烈抗议。东大事前没有任何通知，随后日媒也争相报道，遭到雷达照射意味着再扣动扳机，导弹就会发射了。没想到啪啪打脸的是，9号东大直接公布了055大区提前无线电告知日本海自训练，且日方赵月号驱逐舰2次明确回答收到的录音。更离谱的是，就在日方确认收到后，2架 F-15还是擅自闯入中方训练区域，最近时距离中方战机不足50公里，这才被东大的监视物率先用火控雷达锁定示警。面对铁证如山，小泉进次郎憋了一晚上，最终承认确实收到了通知，只不过没有关于规模、时间、地点、经纬度之类的充分通报。好嘛，给我直接整笑了。要不下次菜单也一起发你？求求别让小泉演小丑了，太真了。当然啊，也许是前线给小泉送情报用的传真机卡纸了，耽误了时间吧。
同样自导自演的剧本还发生在2013年、2018年，炒作话题还是被东大和韩国军舰的雷达照射，最后借着民族主义升温，从而不断加军费。只能说，一见到东大军舰，立刻想到入侵，立刻想到碰瓷儿，立刻想扮演受害者。日本的想象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其实为了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这些年日本右翼对和平宪法几乎年年哈气。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打着维和的旗号向伊拉克派出地面部队，首先打破了不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的规定。2009年又以打击海盗为名向索马里派遣军舰，当年在美国帮助下与吉布提签订协定，修了首个海外基地。不过日本不叫基地，而是重新定义设施，全程日本在吉布提执行反海盗任务设施。等到2015年心胸开阔的安倍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引起轩然大波。核心内容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将使用范围从过去本土遭袭扩大到盟友或遭遇存亡危机事态都能使用。之后更是一路狂奔比如日本1967年曾依据和平宪法颁布的武器出口3原则，基本相当于禁止武器出口。该禁令也是日后日本专守防卫国策的基石。然后呢，又是安倍桑2014年搞了个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我们出口的不叫武器，而是防卫装备不对，那个不能叫出口，而是叫转移，甚至不要钱，而是援助。就这样以切香肠方式步步为营，不断突破。2017年安倍桑又修订自卫队法，允许免费或低价将2手防卫装备援助其他国家。等到23年直接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允许出口导弹等杀伤性武器。1年后继续改，允许出口战斗机。今年3月又改，允许向交战国提供装备。当天晚上，大量头盔、防弹背心等装备便送往乌克兰。更巧的是，今年11月，由于美国援乌大劲儿了，导致本国导弹短缺，于是日本顺势完成了首次杀伤性武器出口，向美国出口日本制造的爱国者导弹。是的，你没听错，是美国找日本买导弹。作为安倍的高祖，高氏自然是熟读机米300首，不会慢播也会哈。最新消息是明年高氏早苗准备全面解禁武器出口，目前正在洽谈给菲律宾卖导弹，给澳大利亚卖驱逐舰，预计2026年将成立日版 CIA 国家情报局。好，我建议日本也别太保守了，直接一步到位特高科、参谋本部、联合舰队一并恢复下，咱冤有头债有主，揍起来更对味儿学生听题。学生听着呢。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争雁向南飞，2颗核弹往下掉。如何分辨狼和狗？看品性，低调是狼，搞事是狗。看毛色，白背是狼，暗背是狗。看兽爪，大足是狼，小拳是狗。看食性，舔肉是狼，舔黄是狗。好现在问题又来了，军事越红线，扬言击沉福建舰，做梦能实现？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日本决定得加钱。今年8月通过的2026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566.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未来5年还计划投入43万亿日元，但现在钱不好赚。为了确保稳定财源咋办呢？苦一苦百姓，加税。早在2024年已经宣布2026年开始提高法人税和烟草税，今年又决定2027年要新增1%的特别国防税。为了避免民众反感，日本决定将2011年311大地震重建征收的复兴特别所得税下调了1%，刚好互相抵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征收复兴税的时间得延长。你别管税交的多没多，你就说下没下调吧。对了，别问为啥14年前的地震还在收重建税。还记得24年的能登地震吗？2年了，灾民至今还在住临时板房。去年9月震区突发大暴雨，导致17人死亡。12月高市刚去视察，现场还是一片废墟，降薪就完事儿了。至于这数万亿准备花哪儿打？无人机、远程打击、高超音速。
早在2024年，日本确定2030年装备23架美国 MQ-9B 死神无人机，当年又采购了400枚战斧导弹，预计2027年前还将建设由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组成，成本低廉、可大量部署的海岸防御体系。成本多低廉呢？前面提到的 MQ-9B 老美单机只收日本8000万美元。今年7月，自卫队的高超音速导弹完成测试，预计明年服役。我专门查了下，这款日本高超2018年开始研发，由30重工制造，美国提供支持，且就在美国加州测试，预计最大航程500公里。同时，日本还在研发12型反舰导弹的升级版，预计射程1000公里。但是大声告诉我，决定军队战斗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军人。再看待遇，人人喊打，伙食看骑牛马，国民认可拉胯，偶尔桃色八卦的自卫队员长期面临招兵难，还诞生了漫展 coser 征兵、舰长风情店兼职做鸭、抗命拒绝救灾等壮举。新观众可以回顾这一期。之后装备也是一衰再衰。2019年，日本创下了全球首架 F-35A 坠毁。今年11月23日，重金购买一架死神无人机，执行任务返航时意外坠毁了。而目前，日本总共就3架。好在当天驻韩美军也调了一架同型号，也算是父子情深，赔一架。至于直升机坠毁、护卫舰撞船、直升机演习时机枪掉落砸死人、迫击炮演习炮轰路人这类重大事故，只看到事故信息，没有一个人对此担责。更抽象的是，俄乌冲突后自1981年一直持续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关于你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吗的问题，日本的愿意率仅 13.2%， 位列全球最低。而2024年再进一步 9%。 好消息是，世界是公平的，虽然日本实力欠佳，但想得挺美啊。12月，日媒大肆宣传一份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兵棋推演报告。简单介绍下，军棋推演类似于桌游，结局比较看运气，偶尔还可以作弊。而这份推演时间在今年7月，福建舰没下水，93的新装备也没考虑，最后得出重大结论：如果爆发战争，日本最坏情况是伤亡4662人。我的妈！不是，你这兵推精度挺高啊，怎么有零有整呢？我再一看给我气笑了，因为这次推演模拟的是日本保持中立，只允许美军借用军事基地补给，而东大不攻击日本本土，还要东大其他战区不准帮忙，只有东部战区出手。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更抽象的是，美国伤亡 2.1 万，好家伙，日本这是拍不要笑挑战吗？幽默老美整这些玩意儿骗国会老爷军费就算了，你天天宣扬美军保安论，自己都信了是吧？此处应有特朗普大统领的名言 including allies, but they were ripping us off for years. I won't use the names. I won't mention Japan. I refuse to mention South Korea. I will not mention names. 当然了，这也是日本的传统了。上次这么推演还是2战日本自己开挂推出个中途岛大捷，然后高高兴兴带着航母 A 了过去。你以为这就完了吗？11月7日，日美又爆出自卫队内部讨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将考虑日美联合优先击沉福建舰。参议员青山繁晴更是表示东大航母不足为惧。いざとなったら自衛隊の潜水艦は中国軍の空母を沈められますか？沈められます。虽然屡屡口嗨现眼，军事松绑冒险，东大集结军演，雷达照射一脸，但日本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可远不止于此啊！众所周知，本届高市内阁可谓先知人惜烈如麻而这些人呢，也算不负众望，真正做到推狂澜于既倒，踹大厦之将倾啊！10月，新任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宣布，不会为1只米价投放储备米，同时废除大米增产政策，明年就继续减产，理由相当理直气壮贸然增产将破坏供需平衡，导致米价大幅下跌。翻译，什么叫贸然增产？什么叫破坏平衡？这通迷惑发言后小泉在位时投放储备米后出现的米价短暂下降，迅速逆转。截至11月30日，日本约1000家超市销售的大米均价达到每5公斤4510日元，自9月以来连续13周超过4000日元。要知道新米可是刚上市啊！最近日本便利店已经出现了只添加了一点酱油料汁的米饭便当，这么一小盒268日元，12块人民币，注意里面不是肉汁只有酱汁。这下确实平衡，一直这么高价怎么不算平衡呢？只能说农林省这帮同志良心大大的坏了，白干路。更难崩的是现在情况变成农协为了保护利润不肯降低米价，消费者因为米价太贵不买了，反过来导致供销商进货越多亏的越
越多不敢进货，最后农民大米都压在仓库，政府看到满仓大米，认为需要减产，减产之后米价还得更高，所以米价越高米价越高。毕竟国民吃不上便宜米事小，农协少赚钱才事儿大。好在政府有德呀，见不得老百姓吃不起大米，决定为其发放大米券。高市政府的补充预算案中设置了4000亿日元的大米券的专项补贴，但抽象的是，大米券面额500日元，实际可兑换440日元大米，剩下12%，60日元作为手续费付给发行方。这一全农和全国大米销售业务互助合作社用于发行成本，算下来得有480亿落入农协这伙吸血鬼的腰包。就这，预计最快要到2026年春季发放。不是你搁这洗钱补贴农协呢？眼看大米涨价，不是增加大米供应量，而是发补贴买高价米。我要是供应商，我得往死里涨。这不，大阪市长抨击这是明显利益输送，并拒绝发放。同样抽象的还有升任防卫大臣的小泉，这位废话县人与高市可谓是一对笑面虎，两条脆脆鲨。现在都快成政界沈腾了。12月在国会被议员质询军费调整是不是受美国影响时，小泉相当硬气的标出金句反怼。そんなにアメリカが言う通りにやりたいんですか？我只能说一句，东京地检署启动！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他上台后面对的首项重担就是日本熊出没。今年春季以来，哪怕除开北海道、九州岛和冲绳，日本各地都报告了近4万起熊出没事件。仅北海道今年已经猎杀了960头熊，焚化炉都烧不完，其中至少230人遭遇熊袭击受伤，13人死亡，伤亡数字均创历史新高。而身为防卫相的小泉提出了一个天才主意，派自卫队用木棍对付熊。原话是这样才能保护人身安全。我仔细理了下，意思是如果没能杀死熊，受伤的熊就会进入狂暴状态，更危险。所以用木棍不会弄伤熊，熊就不会变成危险的受伤熊。好嘛，我玩老头环没把轮椅武器也不敢打熊啊！倪虹京就拿根木棍准备干嘛呀？削刘备？战至最后一刻，自刎归天。这下真是野外偶遇熊心王，凶猛突进，强如怪物，拼尽全力无法战胜。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会好奇，为啥不给自卫队或警察配枪呢？答：按照法律，自卫队只有对外自卫时才能动枪，警察的手枪打不死熊，步枪按规定只能防范劫机和守卫重要设施。猎人协会倒是可以开枪打熊，但需要警察许可。而这些年警察一直在收缴猎枪，这是什么？这是一根筋变3头堵啊！最新消息是警视厅担心自卫队染指治安，危及自己地位。上个月刚紧急修改完法律，可以拿步枪剿灭熊了。这一下要回到陆军马路和海军马路的永恒对抗了，那真是米价又颠倒，野熊进城到处跑，全部管不了。至于2015年退居幕后，2024年从政的44岁前超人气水着写真女优森下千里，一跃出任新内阁的环境大臣、政务官，还有首批任命的高级官员中有7位涉嫌黑金丑闻。甚至12月4日，首相高市早苗也被爆出涉嫌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其实收钱倒没啥，毕竟鞠躬来一句红豆斯密马塞就可以了啊。问题是，他2024年竞选自民党党总裁花了8000万广告费，结果被只花了42万的石破茂击败。嗨，就不说了啊。此处我有一联，上联高市搞事，台湾岛外狂言斥。下联识破北海道里熊出没。2021年12月1日，已经下台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以私人身份参加座谈会时，首次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半年后，他以极其戏谑的方式倒在乃良街头，这或许也是日本右翼结局的暗喻。2025年，新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变本加厉，不仅重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在提出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3原则，更是在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红线上玩火。曾经我们凭借钢铁的意志以血肉相搏，如今我们的钢铁都已有了意志，究竟是要彻底反思战争罪行，还是要继续赌国运，撞得头破血流？我们需要日本做出回答。有権者諸君、僕が秋典将軍未満である。日本帝国第63代征夷大将軍の候補にして令和維新幕府樹立の提唱者である。国民がバカすぎて
話にならないんです。国家権力クソくらえ。可愛いだけじゃなくてセクシーでしょ。